2月立春，杜婉春提着裙摆走进了屋内，一个带着肚子的女人突然疾步走来，指着她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臭丫头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还不快收拾东西，准备嫁人！”她叫刘氏，是她爹5年前新娶进来的继室，嫁进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跟她一样大的女儿。杜婉春今年刚刚及笄，一出生就是个傻的。前几日，成安县的李县令派人来替儿子提亲，说是要娶她这个傻女。刘氏嫉妒的不行，最后和杜大江一商量，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刘兰芝替她这个傻姐姐嫁过去。杜大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为了以免夜长梦多，还特地给杜婉春另寻了一门亲，隔壁长留村周家的大儿子。周家在长留村是有名的穷户，一个寡妇带了3个儿子，大儿子是个残的，2儿子是个瞎的，3儿子是个聋的，一家人没一个全乎的。婉春啊，你不要怪爹，你是个傻的，嫁到县令家只会白白浪费，不如嫁去周家，这样对你对你妹妹都好。好的爹，我嫁。哼，这还差不多，去，快换了衣服，跟着媒婆去周家。是娘。转身就进了屋，随后从一处柜子里拿出了一包红色的嫁衣，是他娘生前做的。其实他们并不知道，就在刚才他不小心在田坝上摔了一跤，醒来之后这脑子就突然灵光了，他不傻了。周家大儿子叫周瑞渊，他是见过的，他愿意嫁。杜婉春知道周大娘绝对不是普通农妇，周大娘识文断字，通情达理，养育出来的儿子绝对不会差。与其嫁给李县令那个大胖儿子，倒还不如嫁给周瑞渊。立春之日，杜家2个女儿一同出嫁，一个提着包袱冷冷清清的被媒婆领走，另外一个八抬大轿风光大嫁。然而他们都不知道杜家和李家这门亲事到底是怎么来的。1个月前，李县令在路上碰到了一名算命小道。湘潭村有一傻女，是腐女转世，你家儿子若能娶回家中，定能福运昌盛，永保荣华富贵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古往今来，婚姻大事都是讲究的门当户对，我一个堂堂的县令，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娶个傻女？那姑娘是因为丢了一魂，所以才变得痴傻懵懂，待日后她一魂归来，定就是不傻了。李大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回到家中之后，李县令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，最后还当真信了小道的话，让自家夫人去寻这个傻女。李夫人哪敢让自己儿子娶个傻的呀，便跟刘氏合谋，瞒着李县令，直接娶了他家的2女儿。那日李县令也走得急，倒是听漏了一句话：那腐女有了一魂后，便得了天上父母的庇护，自带福气和厄运。你若对她好，那自然福运绵绵；你若对她不好，那可能会厄运连天。长留村内原本乌云密布的天，突然云开雾散。哎呀，春儿啊，你爹还真狠心，好好的县令府不让你嫁，偏让你嫁这穷窝窝来。哎呀，这以后啊，怕是要受苦了。多谢婶婶挂心，我既然选择嫁到周家，自然不会嫌弃他穷的。你呀，真是傻。这时，周家的大门开了。呀，我正准备去村门口接你们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周婶婶，多谢你了，刘婶子。好啦，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快把人迎进门吧。是啊，走，进门。他说罢，拉着杜婉春朝屋里走。风儿、昭儿，快来见过你们大嫂。周大娘的话音刚落，后屋里面走出来2个小少年，一个大概14、15岁，叫周峰，是老2；还有一个大概12、13岁出头，叫周昭，是老1。嫂嫂好。2弟、3弟好。你大哥呢？大哥在屋里。这3弟会说话？回嫂嫂的话，3弟他以前不是聋的，所以会说话。昭儿和风儿以前都是好的，不过出了一点意外，所以才变成了这般模样。哦，什么意外啊？婉春呐，委屈你了，这婚事实在是草率，待日后我们一定都会给你加倍补回来。没关系的，婶婶，我不介意。婉春呐，我们瑞渊什么都好，就是腿脚不好，走不了路。不过大夫说了，他这腿还能治。朝屋里唤道：瑞渊，新娘来了。窗子旁坐着一个年轻男子，他微微抬头朝杜婉春看过来。娘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和新娘子有话要说。娘先去给你们做饭，你们好好聊聊。眼下这个屋子里就只剩下杜婉春和周瑞渊了。姑娘，这门婚事你不要在意，我娘是出于好心
才去求柳媒婆去说媒。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们就当收了你做妹妹，日后再给你寻一门好亲事。伙计走进了你家的门，那就是你们周家的媳妇儿。你们不嫌弃我傻，我自当也不嫌弃你残。我们两个是半斤八两，天生一对儿。只是日后还需要相公你多加担待，或刁蛮任性、胆大妄为。莫要嫌弃我。姑娘，你不傻。不，我傻，全县的人都说我傻，那我就是个傻的。这时门外突然有人在唤：娘，快去后院！杜婉春连忙起身：昭儿，怎么了？娘，你快来看！有一个稻草窝，窝里趴着2个瘦鸭子和一枚大鸭蛋。本来这2个鸭子气息奄奄，是活不过今晚的，但是现在却活蹦乱跳的在窝里下了一个蛋。太好了，昭儿、风儿，我们终于能吃上蛋了。窝里的2个鸭子突然昂起头来，挺着长长的脖子看向远处的杜婉春，随后一同站起身，扭着屁股拍打着灰白相间的翅膀。周大娘抬头一看，只见窝里还有几个鸭蛋呀，刚好5个，够我们吃了。娘，这鸭蛋比我们以前在宫。昭儿，走进屋。周大娘捧着鸭蛋立马打断他：娘，三弟。待他们3人进屋之后，周昭突然站起来，在原地一动也不动。昭儿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刚刚从后园进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了什么？娘，你刚刚是不是说走进屋？昭儿，你能听见了？是，娘，我能听到了。你真的能听见了？是的，娘，我能听到了。我的儿，你终于能听见了。那些人不想要我们好过，我们偏要好给他们看。现在你的耳朵好了，再过不了多久，你二哥的眼睛、大哥的腿都会好的。杜婉春把鸭蛋放在一旁，便听到屋外传来了声音：哟，二妹呀，你怎么娶媳妇都不叫上我和你大哥呀？这个女人就是周大娘的大嫂蒋氏。大嫂，你不是说和我们断绝关系吗？既然已经断绝了，我们还请你们做甚？哎呦，我瞧啊，你是怕你们那傻儿媳妇被我们瞧见，觉得丢脸吧？啊！哼，我大儿媳妇不仅样貌俊，还很乖巧懂事，哪里丢脸了？二妹，你就别吹牛了，我可是听说了。哎呦，那杜家女儿啊，从小就是个傻的。你说，她要是给你们家老大生了个儿子，会不会也是傻子呀？啊！哎呦，太好笑了！哎呦，一家人呐，瘸的瘸，瞎的瞎，聋的聋，也不差再多2个傻子，对不对？哼，他的声音很大，杜婉春在里面听得一清二楚。他也不急，将刚才那几个鸭蛋打了2个，再就着一旁的野韭菜炒了一盘韭菜蛋，很快一盘菜就炒好了。他端着菜掀开帘子，笑盈盈地朝外走去。娘，二弟，三弟，饭菜做好了。婉春，你去瑞渊房里歇着，这些我来做。娘，这位是？她是你大舅母。大舅母好。二妹，你家哪来的鸭蛋呢？你是不是去我们家偷的？大舅母，这是我们家自个儿压生的鸭蛋。嘿，谁问你了呀？我问你娘，你答什么话呀？蒋秋菊，我家儿媳妇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他是晚辈儿，我作为长辈怎么不能说啦？你别忘了，你和我大哥早就已经跟我断绝了关系。今日让婉春叫你一声大舅母，是看在大哥的面子上。你要是再这样不客气，别说我们拿脚使棍把你轰出去。你这样说，嘿，我今儿个还真不走了。滚！快给我滚！哎呦，这个鹅，你快给我放下你！蒋氏吓得呀都不行了，连忙拔腿就跑。屋里的周瑞渊也出来了。周瑞渊见周大娘走了，朝周昭使了一个眼色。周昭立马懂得了他的意思，从灶房里拿出了那几个破碎的鸭蛋壳。大舅母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是鸡蛋还是鸭蛋？那青绿色的蛋壳带着粘液摔到了脸上，摔得他生疼。你这个小聋子，你找死啊你！大舅母，你就别再叫我聋子了，我的耳朵呀好了。啊！愣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气得不行，一边跺脚一边回了家。杜婉春远远地看着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你叫杜婉春？是的。婉春，今后若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尽管来我身后，即便我站不起来，也能保护你。知道了，相公。走吧，相公，我们先进去吃饭。明明是一段他本不同意的婚事，但却仅仅是因为见了这一面，他就突然下定决心。
一定要好起来。原本从3年前开始就被磨掉羽翼的周瑞渊，好似从这一刻开始又有了曾经那股傲气。来，晚春，多吃点儿。娘，来吃蛋。嫂子，娘，你们就别争了。小心那2个鸭老大以为我们不够吃的，到时候拼命生的呀，我们都吃不完了。整个院子里都是他们一家人的笑声。3年了，这是周家母子4人头一次笑得这么开心。隔壁的陈铁牛家却是闹得鸡犬不宁。蒋氏在周大娘那边受了气，朝着陈铁牛和陈老大就一个劲儿的骂：“你瞧瞧你家那个好二妹呀，今天居然拿着搅屎棍来赶我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都说长嫂如母啊，你爹娘走了，我不就是他娘吗？他就是这么对娘的。”随后又骂陈老大：“还有你，天天就知道种地，得空了跟我去看村口的王家姑娘，早点把亲给结了。”哼，周家那2只鸭子还真是命大哈！我明明下了成倍的药，怎么不仅没死还生蛋了呢？哎呀，难道说因为那2鸭子根本就没中毒？孩子他娘，你就别再干这种损阴德的事儿，以后是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什么报应啊？她一个出嫁的女人就不该回来占娘家的东西。孩子他娘，二妹可是没长我们一点东西啊！那小破房子本就是你不要的，那小房子后院也是他们自己开的荒，要说占，反倒是我们还占了他一块地。哟，怎么着啊？你这心疼你妹妹啦？哼，她之前在京城享福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起你呀？现在你心疼她，那就是犯贱。陈铁牛侧过身，气儿都不敢出了。哼，1次毒不成，那我就毒第2次。他从房里找到了老鼠药，朝后院走去。蒋氏下完药之后，这一下午呀，什么都没干，等啊等，眼看着天都要等黑了，朝着后院走去，想要看看2只鸭子死了没有。然而他才刚到后院门口，娘，不好了，我们的鸡啊！我们的鸡怎么了？娘，我们的鸡全部都被黄鼠狼给咬死了。什么？娘，就在刚才，我们家的鸡都被黄鼠狼给咬死了。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嘞！我的鸡怎么都没了呀？这大白天的怎么会有黄鼠狼呢？哎呀，我的鸡呀！该死的黄鼠狼！你偷吃你就偷吃呗，你怎么把我的鸡都给揍死了呢？不要让老娘抓着你啊，不然小心我扒了你的皮，把你晒成风干肉啊！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咬的没一块好肉，都没法吃了。不吃就不吃，我们老陈家也不差这口鸡。老陈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买个老鼠夹来，我一定要把那只黄鼠狼给逮了。哎，好嘞，孩子他娘。这时，娘，我们这边遭了黄鼠狼，二姑那边怎么样了？立马想起了自己下毒的事儿，连忙走到隔壁的围墙旁，踩上一块石头朝里看去。鸭蛋旁站着2个大鸭子，破败的小窝里居然躺着3、4个大鸭蛋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下了毒来着，这俩鸭子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呢？不可能！脑子就像是被蒙了浆糊一般，整个人都变得迷糊起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快下来！刚好转身下来，哎，脚一滑，整个人就摔了下来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我！这边周家，娘，大舅母家这是怎么了？不用管他，那蒋秋菊就是个泼妇，估计今天在我们家受了气，现在估计在自个儿家发火。晚春呐，你不用把他们那2人当长辈看，若是他们欺负你了，你尽管还回去，不用顾及我们。娘，你说3弟的耳朵好了，我们要不要再去找大夫给相公和2弟看看腿和眼睛啊？我也想给他们看大夫，只是现在我们手里没有那么多银子。杜晚春听到以后，指着周大娘身上挂着的一个小香包问道：娘，这个香囊是你做的？这个香包散发着茉莉花和桂花2种香味，味道出奇的好闻。是啊，平日里在做缝补的时候得了这么一块旧布，丢了又舍不得，便从山上采了野花做成了这香囊。娘，你的手艺这般好，不如我们做一些这样的香料去镇上卖啊？拿去镇上卖，会有人买吗？普通的农家人只管温饱，谁还会想着买香料呢？娘，你若是在长留村里卖，那自然是没有人买了，但是去县里去府上可就不一样了，那里有很多富庶人家，多少都会买一点香料傍身的。娘，不急，
我们先把咱们的地要回来，种上粮食，等有口饭吃再说。对，没错，把地要回来。今日蒋氏来闹事，他也是看明白了，这些人就是欺软怕硬的。为了自家的儿子和儿媳妇儿，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将那块地给拿回来。天渐渐暗下，这晚算是杜婉春和周瑞渊的洞房花烛夜。婉春，你若不愿，就和娘睡一间。今日你进门这般寒酸，除了我们家没有银子外，还有就是瑞渊的意思，他的腿没好，不想跟你拜堂，不想耽搁你。娘，此事相公和我说过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我愿意等他的腿好，但是哪有新进门的媳妇儿把相公独自丢在新房里的呀？若是被外人知道了，那不又要笑话我们啦？你放心吧，我不在意这些，正巧晚上相公也需要人照顾啊。好孩子，晚上要是有事，记得唤娘。知道了，娘。新房内，周瑞渊还没睡呢。相公，你还没睡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们今日新婚，为何不能来啊？床边抱起一床被子就准备出门。哎，相公，你今夜若是抱着被子走出去，那明日我可就要落下弃妇的名头了。你先睡，我还要看会儿书。把被子重新拿到床上，然后将床一分为二。杜婉春窝在被子里面偷偷地看他。相公，你能识文断字，为何一直没有去参加科考啊？不想入仕。若是不入仕，又怎么能出人头地呢？仕途复杂，免得招惹一些是非之事。不是，相公，想要出人头地，也并不一定非要入仕。士农工商，总有一条适合我们的道。他说完，就闭上眼睛，沉沉地睡下了。周瑞渊见他没了动静，微微抬眸看向他。良久之后，他连忙收回目光，放下了手中的书。他手里的书叫《商君书》，主讲御天之法和治国用兵之道，与他入不入仕没有关系。周瑞渊上床之后，侧头轻轻地看着熟睡的杜婉春，眼前的人就像突然闯入的稀世珍宝，照亮了整个屋子，却又明晃的令人不敢靠近。翌日一早，周家人是被隔壁蒋氏的骂声给吵醒的。娘，大舅母家是出了什么事啊？隔壁那蒋秋菊，昨天下午的时候，后院的鸡都被黄鼠狼给咬死了。今儿个早上一起来，又发现自家刚刚买的小猪仔跑了。蒋氏站在院门口，指着陈铁牛骂：“我让你把猪圈锁好，你偏不听！你瞧瞧吧，这小猪仔跑了！哎呦，我们今年吃个啥子肉啊！”蒋氏每次杀了猪，都会端着一盆吃剩下的猪骨头倒在周家门口，用来羞辱他们。蒋氏家这小猪仔丢了，今年怕是就杀不了年猪了。婉春，娘做了蒸鸭蛋，你尝尝。哇！昨天夜里那俩瘦鸭子又生了好几个鸭蛋，不仅够吃，还能够卖了。说着，又从兜里拿出20个铜板。说来也是运气好，刚刚我去村西胡家借米的时候，他们家儿媳妇怀着孩子生了胎毒，想要吃鸭蛋败火，我就把我们家剩下的鸭蛋都卖给他们了，得了这些铜板，然后他家还给了我们1碗米。这时周瑞渊回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周瑞渊将怀里的几个烤好的红薯拿出来。三姨母前几日送来的红薯，我拿去烤了。周瑞渊给周峰和周昭拿了一个，然后挑了一个模样最好的，耐心地剥着还在冒着热气的皮。半晌后，周瑞渊将包好的红薯递给他。给。多谢相公。他一口咬下红薯，软软糯糯的，比他吃过的所有东西都要甜。吃过早饭后，周大娘带着周昭和杜婉春一同去陈家要地。蒋氏见着周家一家人来了。陈月娥啊，你们来干什么呀？想要看我们家笑话是吗？蒋秋菊，你家占了我们家那块地已经2年了，是时候该还给我们了吧？哈？你这是想要来找我要地？那块地是我花钱买的，我早该来要了。我呸！这地是我公婆丢给我们的，谁说是你们的啦？周大娘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了，直接从怀里拿出地契。现在这地契在我这里，要不要我们去县里见官，看看这地到底是不是我们的？你看看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这张是周瑞渊凭着记忆仿造的，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，就连模仿字迹和画还有印章都是有模有样，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。蒋氏并不识字啊，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红色印章，就以为是真的。嘿，
怎么会这样啊？难道以前那张是假的？蒋秋菊，我们好歹也是亲戚一场，闹到见官就不好了。你们家田地比我们多，也不差这1-2块，不如就还给我们。你个骚寡妇啊！想要从我手里拿走这块地，除非我死！都给我滚，快滚！不然小心我不客气了我。还有没有王法？当街打人是想谋害人命。以前怎么没瞧出来这小聋子这么凶悍呢？大舅母，你是忘了我说的话了吗？我现在不聋了。周昭推着蒋氏把手里的铁钳往前一甩，哎呦喂！蒋氏没站稳，直接摔倒在地上，痛得直吵吵。你这个臭小子啊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！你连舅母都打呀？舅母，你也配？你，大哥，你也出来说句公道话，这地到底还不还？这时，陈老大突然回来了。爹娘，不好了，我们地里出事了！哎呀，地里种着稻子和菜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爹娘，你快跟我去看看。蒋氏云里雾里的，任由自家儿子拉着朝外走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娘，不如我们一起瞧瞧啊。昭儿，走，我们也去看看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哎，行，娘，我们快跟上前去。陈家的地在西北方向，一大片的田地，不过他们走的是西南方，是周大娘买的那块地。这不是去我们那块地的路吗？难不成是我们地里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先别急，我们先看看再说。蒋氏站在一堆杂草前，看着眼前之景，惊得直哆嗦。我的个老天爷呀！你这是偏要跟我过不去呀！你瞧瞧，你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？只见眼前那块地里，原本种的稻子苗全都黄了，地里种的菜也全都被虫给咬烂了，已经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了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强占人家的地，我们会落得这样的后果吗？都说了少做坏事，你偏不信。你瞧瞧，这不就存了阴德，遭了报应？猛地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周大娘，一定是你们干的，是你们害得我地里的菜和稻子都变成了这样。娘，你就别乱说了，这稻子是因为地太干才黄的，这菜都是因为地里虫太多才烂的，你怪人家干什么？要怪你就怪你自己。平日让你来地里帮忙，你偏不来，要是你帮着饮水，帮着除虫，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们家又不是只有一块地，要是二妹想要，你就给她就是。我们几个与其在这里奔丧，还不如回家把死鸡给收拾了，把小猪仔给找了。不行，我就是不把地给他。你瞧瞧，这块地稻子和菜都死了，晦气得很，不如还给他们，我们自个儿回去把自个儿的地给种好。不给，这地我就算是烂在这里，我也不给陈月娥。陈铁牛拽着蒋氏，临走之前硬着头皮朝周大娘说：二妹，这块地你们想要就拿走吧。那好，大哥可要说话算数，不能再让嫂子来闹，不然我们可能真的要对簿公堂。放心，我丢不起这个脸。这块地不给他们，不能。你还有完没完？陈铁牛随即又皱着眉头瞪了他几眼，蒋氏直接吓得腿软，只得跟着陈铁牛乖乖的回家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有自个儿的地了。娘，这地里的东西该怎么办呀？我们得把这些苗和菜给拔了，再把地翻翻，重新种上。哎，娘，三弟，你们先别急，让我瞧瞧。晚春，你……杜晚春蹲下身来，伸手摸了摸菜叶子，摸了摸稻子苗。娘，别急啊，这些还有救呢。有救？这些苗和菜都只是病了，适当用点药，应该就能有所好转了。杜晚春以前傻的时候，就经常跟着娘在菜地里面琢磨这些，所以多少也学了点东西。行，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些铜板，等下就去县里买点药，顺便买点大米和种子。一家人重新回到家中，将这件事告诉了周瑞渊和周峰。周瑞渊和周峰二人倒是稳重许多，听到他们说地要回来了，立马把家里之前剩下的种子都翻了出来。娘，要不你今天就不用去县里了，我们现在种这些瞧一瞧。去，当然得去，不买种子也得买米和药。他说完转身进屋，拿了铜板揣到兜里。晚春，你就留在家里，
我和昭儿去。好，娘，你路上小心一些。我们长留村靠着成安县近，走路不要半个时辰就到了。你和瑞渊他们在家里等着，我和昭儿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知道了，娘。待他们走后没多久，就快要到了午时。再往锅里看，发现里面有几块煮好的玉米面饼，还是热的。看来这是周大娘今天早上做的。她把玉米面饼拿出来放在一旁，然后找到了家里剩下的红薯，把皮削掉之后切成块，跟着家里仅剩的大米一同丢到锅里煮了。她蹲下身看了看里面的火，拿起一根枯树枝准备往里放。然而他才刚伸出手，就发现自己手里的树枝被人给抓住了。见是周瑞渊，锅里的红薯粥开始冒起了热烟。杜婉春连忙拿起大勺子在锅里搅了搅。杜婉春诧异于他双脚不能动，但干起农活却这么熟练。而周瑞渊心疼她一个小姑娘在灶房里那般行云流水，想必以前一定没少做。粥烧好之后，杜婉春连忙盛出来一碗。相公，这里就交给我吧，你先出去等着。杜婉春跟着又盛出了几碗，端着来到了前屋。她刚把粥放在桌子上，便见着周瑞渊从自个儿的房里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小香盒。相公，快来喝粥。周瑞渊径直来到他的身旁，连忙拉住了他的手。你等等。随后打开香盒，从里面抠出一坨白色的香膏，轻轻地擦在他手上。相公，你这香膏是我娘亲手做的，你放心，不会有坏处。多谢相公。拿起他另外一只手，继续给他涂香膏。杜婉春的这双手在他继母刘氏的折磨之下，早就变得伤痕累累了。这还是头一次有人握着他的手，给他抚平上面的伤疤。剩下的你拿着，每日涂一点。大哥大嫂，快吃饭吧，不然等会儿凉了。对，快吃饭来，不然凉了就不好了。待他们三人吃过午饭之后，周大娘带着周昭回来了。令杜婉春意外的是，周大娘还买了一块新布。哎，娘，你怎么买了一块布啊？过2天就是你回门的日子，得穿得好一点才成，气气你那狠毒的继母。娘这就去给你做件新衣裳，样式一定是最好看的。哎，娘，其实不用了。怎么不用了？婉春，这次你听我的，你那继母和继妹从小到大就知道欺负你，这次回门一定要杀杀他们的威风。多谢娘。你先等着，这衣服很快做好了。昭儿，去把买来的药拿来，给大嫂看看是不是这个。好嘞，娘。随后拿出了几小包药。我也不知道这药买的对不对，你看看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快去地里撒药，看看那些庄稼还能不能把活。走吧，现在就去，等把地弄好了，我好给你嫂子缝衣服。一行人很快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去地里。等杜婉春他们到了地里，撒完药之后，就已经是傍晚了。这是个好兆头呀，天气一好，地里的东西就长得快。第二天，周大娘带着周昭来地里的时候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原本发黄枯萎的稻子变得绿油油的，好似比昨日还高了几分。地里的小白菜和莴苣都长出了大叶子。哎呀，婉春说的这药还真管用，你瞧瞧，这些原本烂掉的菜都活过来了，还有这小白菜，今天都能采着吃了。是啊，娘，嫂嫂可真厉害，要不是她的话，我们差点把这些菜都挖了。啊，娘，你快看！只见那块原本都是石头的地里，居然长出了萝卜叶子。这可真稀奇呀，这块地里居然长出东西来了。当初他们买这块好地的时候，被人忽悠着一同买下了隔壁的坏地。那坏地里都是硬邦邦的石头，想挖都挖不动。这许久没来地里看，居然长出了萝卜。这块地难不成是被你们大舅母他们种活了？不像，要是他们知道我们地旁有这块好地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轻易的还给我们？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说不定是这块地荒废久了，慢慢变得肥沃，再加上没有人打理，所以才长出了这些萝卜。周昭朝着萝卜一口咬下，脆脆甜甜的，就像那7月里的果子一样，十分好吃。娘，你快来尝尝，这萝卜真好吃，
跟我们以前吃的那海棠果是一样的。真的？也拔了一个圆圆的萝卜，削了皮吃了一口。这萝卜的确是好吃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娘？来，我们多装几个带回去，给你大哥大嫂他们尝尝。给娘。母子俩拿着小锄头，一起蹲下腰，在地里面挖萝卜。那地里的小萝卜头就像是源源不尽一样，怎么挖都挖不干净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们就挖了一大篓子。杜晚春早早的把米煮了，见着他们回来了，连忙迎了上去。娘，三弟，你们这背的什么呀？晚春，你快尝尝这个萝卜。哎，娘，这萝卜是哪里来的？这萝卜真好吃。好吃吧？就都是从我们家地里挖出来的。以前那块地买来的时候都是石头，没想到现在居然长出了萝卜。哇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我们可以炖萝卜汤喝。只是这么多萝卜我们也吃不完呢。娘，不如我们把这些萝卜拿去县里卖了吧。卖萝卜？没错，就是卖萝卜。这萝卜也有人买？我看村里人家家户户都种了呀。娘，这村里人是都种了萝卜，但是县里的那些达官贵人没有啊。他们平日里都叫人在附近的村里面收菜呢。不如我们就直接找一户人家卖过去。卖给谁呀？杜晚春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李县令家里的后厨帮佣何大婶。何大婶和他娘从前是一个村子里的，从小便一起长大，感情还算是不错。娘，我认识李县令家的帮厨，要不然明儿给我带着去县里瞧瞧，看看能不能卖出去。也行，不过我得陪你一起去。娘，你还忙着给大嫂缝衣服呢，要不然的话我陪大嫂去。三弟要忙着看咱们家的地呢，不如我还是一个人去吧。哎，娘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去过县里，一个人不会有事的。家里的地刚要回来，没人看着的话，隔壁那陈家估计又会抢回去，不放心杜晚春一个人出去啊。可是又不想后天他回门的时候没有衣服穿。这时周瑞渊推着椅子从房里出来。不如我陪他去。瑞渊，你不是一直都不愿意出门吗？娘，有时候我们不能一直躲着。行，有你陪着晚春，我也放心。大哥，你的腿这样去会不会不太方便？不碍事，这么多萝卜正巧也需要车子来运。等下我让三弟到村门口王家借一下马车。村门口王家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，和周家一样不受村里人待见，不过他们对周家却是出奇的好。周大娘听着也觉得行，连忙从萝卜堆里面挑出了几个好的递给了周昭。你去跟王叔说借一下马车，顺便把这个送给他们。哎，好的娘，我这就去。他拿好萝卜，转身就离开屋子，去了村门口。杜晚春见事情商定好了之后，开始收捡萝卜。他捡着捡着，手一不小心碰到了另外一只手。相公，你别紧张，我虽不能走路，但也能做点农活。多谢相公。两人再没说话，静静地干着活儿。只不过随着萝卜越来越少，两个人离得越来越近。周瑞渊的鬓角边，一只垂下的长发乘着这肆意的春风，轻轻地拂过了杜晚春的脸颊。杜晚春感受到了他身上那股温暖而强大的气息，令他莫名的安心。不远处的周大娘为了不打搅他们，直接起身去了后院。后院内，周峰正坐在石头上面发着呆，他抬头看着太阳出神。凤儿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我总觉得我能看见光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啊，看见光？难道你和你三弟一样，眼睛突然好了？不知道，总觉得有光，但是仔细一看又好像没有。凤儿，你能不能看见？看不见。这一次他直接用手挡住了他的眼睛。凤儿，你还能看到光吗？看不见了，全是黑的。随后周大娘又拿开了自己的手。现在呢？娘，好像真的能看见一点光，就像黑夜里远远放着的一盏灯，很远很模糊。
周大娘又拿手挡着。还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周大娘随后又拿开了手。娘，我又看见光了。风儿，你眼睛是能看见了。我要去告诉你大哥。娘，先别告诉大哥，我的眼睛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好了，免得大哥知道了以后会失落。好，我不告诉你大哥。这几天你别总是看着太阳，多休息休息，说不定再过10天半个月就完全好了。娘，等我眼睛好了，让我去京城吧。你为什么想要去京城？我们现在这样在长留村不是挺好的？娘，长留村不能躲一辈子，我们不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会来找我们的。你大哥方才也是这般说的。罢了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娘啊，都听你们的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外祖父洗刷冤，小心说话。娘，我知道你们都大了，娘也管不了你们了。先别傻坐在这儿了，进屋吃萝卜，我们地里的萝卜可好吃了。周大娘把周峰领进了屋，前脚刚走，后院的俩鸭子又生了一窝鸭蛋。这鸭子可真能生，一天7、8窝，再生下去莫不是满院子都是。娘，我还真听说过有生一院子蛋的鸡。什么？真的有？真的，好像是很多年前在那个什么丰平村谭家，听说他们家的鸡一晚上下了一院子的蛋。胡说，一定是骗人的。仔细一想，还真是胡说。周大娘挑了几颗个头大一点的萝卜，就着煮好的鸭蛋，煮了一大锅的萝卜丝鸭蛋汤。杜晚春平日里胃口不算大，但是这一次她吃了3大碗。等以后日子好了，我再给你们多做几个菜。多谢娘。你这孩子谢什么谢呀，都是一家人。娘，还有糕点，你做的糕点最好吃了。好，到时候娘把你喜欢吃的糕点全做出来，让你一次性吃个够。娘真好。杜晚春在一旁看得羡慕不已，她有的时候在想，要是自己的娘也能在自己身边就好了。很奇怪，她这般想时，脑海里竟然晃过了一段她从未见过的画面。她牵着一位女子喊娘，那女子长得极美，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。他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一位娘啊？吃过饭后，一家人忙着把萝卜搬上马车，一直忙到了天黑。天黑过后，回到了他和周瑞渊的房内。许是不巧吧，他刚掀开帘子，便发现周瑞渊正坐在椅子上换衣服呢。相公，你换衣服啊？好了，进来吧。许是因为太过紧张，他这一转身，整个人直接朝前摔了下去，不偏不倚地摔到了周瑞渊的怀里。你怎么样了？相公你。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周瑞渊竟然2只手托着他的腰，将他整个人抱了起来，缓缓将他放在了床上。他躺在床上那一刻突然明白，不是他相公不行，而是他相公现在还不想。你先歇歇，我还出去看一会儿书。既然他尊重自己，那自己也自然尊重他了。他不想定然是有自己的顾虑。翌日，杜晚春和周瑞渊2人驾着马车，将一车的萝卜带进了成安县。他们将马车赶到李家后门，敲门。你们是来送菜的？不知何大婶可否出来接菜？好的，我这就换他过来。没过多久，何大婶出来了。你是晚春吧？是啊，婶婶。哎呀，自从你娘走后啊，就很少再见你了。近来可好？回婶婶的话，我现在嫁人了。听说你继妹她嫁给了我们大少爷。是啊，她现在可还好啊？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她嫁进来当天呀，老爷和夫人大吵了一架，2个人都不待见她。而我们大少爷素来就是个花花肠子。好与不好也都是他自己选的。婶婶，你们府上还需不需要萝卜呀？我们家萝卜可好吃了。萝卜？哎呦，还真是巧了，我们家老爷呀最近正想吃萝卜。你们家萝卜甜不甜啊？他说着朝杜晚春身后的马车看去。周瑞渊从马车里探出半个头，递给了他一个削好的萝卜。何大婶儿见着了周瑞渊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婶婶？哎呦，这位后生长得可真是俊俏，我这10里8乡的，这还是头一次瞧见呢。婶婶，你先尝尝萝卜。这一咬，晚春啊，你家这萝卜真好吃啊。婶婶，要不要买点去府上？
行，正巧啊，夫人刚给了我买萝卜的钱，只不过吧，我手里现在只有60文，你车里这么多萝卜，全卖给我的话，估计是亏了。的确是亏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自个儿再掏60文，把你另外一半也买了。啊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呀，从小就惹人喜欢，虽然不怎么喜欢说话，但是人老实本分。你这萝卜又好吃，我为什么不买呀？那好，我这就把萝卜拿下来。只不过他还没上马车呢，周瑞渊便直接2手将马车里的萝卜给提了下来。来，拿着。杜婉春跟何大婶告辞之后上了马车，准备回家。婉春，我们要不要买点东西回去？好啊，正巧给家里买一点米和油。等他们再回村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相公，你会骑马？以前学过。他过去能文识字，又能骑马射箭，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呢？正当他困惑不已的时候，夜空中突然飞来一只鸟儿。奔跑中的马儿被这小鸟吓了一跳，他一声嘶吼，发疯似的朝前跑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相公，马受惊了。周瑞渊眉头紧皱，双手再次拉着缰绳用力一拽，马儿终于被他调转了方向。与此同时，他突然感觉到一只腿有了力量，他借着腰力，单只腿一蹬，直接坐到了马上，在周瑞渊的牵制之下停了下来。相公，你的腿怎么样？可有受惊？我没事，只不过相公你的腿好像能动了。真是太好了，相公，你的腿终于能动了。二人一路加快速度赶回了家中。周大娘听说周瑞渊的脚能动的时候，瑞渊，你的腿真的能站起来了。娘，相公现在还不能完全站起来，只能用一只腿撑一会儿。他们二人刚刚回来下马车的时候，他让周瑞渊尝试站起来，没想到另外一只腿也有力气，这一站还真能站起来。没关系，现在能站起来，说明以后一定能像以前一样站起来。我们可以慢慢练。娘说的没错，相公，以后我帮你一起练。辛苦娘子了。这还是他头一次这般唤他娘子。娘，我们今天卖了萝卜得了120文，我们用这些铜板买了10斤米和1斤油回来了。这萝卜能卖这么多铜板啊？今儿个运气好，何大娘喜欢吃我们家的萝卜，自个儿出了一半的铜板买了我们剩下的所有萝卜。有了这些米和油，他们周家终于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了。娘，等过几天我们把萝卜和鸭蛋都带出去卖，卖了的铜板给你和2弟3弟都做一些衣裳。傻孩子，等有了铜板，娘第一件事就是再给你买件像样的首饰。瞧瞧模样这么俊俏的小丫头，头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娘，没关系，以后这些东西都会有的。翌日清晨，今日要回门，杜婉春早早起来，换了周大娘给她做的新衣裳，真好看。我呀，要是能有一个你这样的女儿就好了。娘，我本来就是你女儿啊。是呀，你本来就是我女儿。娘子好了没有？今日去我家，你不必忌惮我爹，还有我的继母。从我出嫁那一刻开始，他们早就和我再无关系。今日回去不是看望他们二老，而是要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娘留给你的东西。相公是怎么知道的？有媒婆说的，她说你家继母狠毒，一定扣了你不少嫁妆。我想你娘留给你的东西应该对你来说都很重要，不能平白让给别人。马车缓缓驶动，杜婉春和周瑞渊到家门口的时候，院门外已经停了一辆马车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是他的妹妹刘兰芝跟李县令家的大公子回来了。相公，要不然还是让我找个椅子给你坐吧。不是，我没问题。哟，婉春呐，你也来了。杜婉春扶着周瑞渊走上前，直接越过他，朝着屋里走去。不是说这周家的儿子是个残的吗？怎么不仅长得一表人才，这腿也不残呢？杜婉春，你没看到你娘在这里啊？我娘在地里埋着呢，并未在这屋子里。杜婉春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嫁给你爹，我就是你娘，你这是嫁人之后就变得没有规矩了呀！你和我爹一无媒，二无聘，小小妾室怎能称得上我娘？哎呦，真是长进了呀，还知道什么叫妾室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杜家的主人，也就是你娘。
你不叫也得叫。刘夫人，婉春既已嫁到我们周家，那便是我周家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动手？你们杜家若是再如此，小心我去官府告你们欺凌妓女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兰芝啊，快让你相公给我做主啊！这周家小子竟敢收他的丈母娘！娘子，你在干什么？李家大公子见着杜婉春也是惊呆了。这仙姑是谁啊？贤婿，这位是我们家的那个傻女儿杜婉春。这哪是什么傻女儿，这是天仙下凡呐！相公，她就是个穷乡僻野里的傻丫头，哪里是什么天仙下凡？你这女人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她好歹也是你姐姐。相公，你是我相公，你怎么能帮着她说话呢？我怎么不能帮她说话了？要不是你和你娘作梗，她现在就是我娘子。贤婿，来坐下喝茶，喝茶。哎呦，李大公子好。我说岳父，你什么眼力见？我才是李大公子。贤婿好。岳父，你眼睛真不好，怎么能把那穷酸小子认成了我？杜大江连连道歉，说自己老眼昏花，看糊涂了。你就是周家的大公子？见过岳丈。你的腿不是残了吗？岳丈，我的腿的确残了，不过近来好了许多，能勉强站起。原来不仅是个穷酸小子，还是个瘸子。我说大姨子，莫不是要守活寡？哼，我家相公如何，你自是体会不到了，就不劳妹夫操心了。我看呐，他就是个废物。李大公子这么清楚，难不成是有什么断袖之癖吗？一眼就能看出我家相公是废物？你贤婿，莫要生气，都是一家人。爹，我娘临死之前是不是给我留了一对银耳饰和一对珠钗啊？没有啊，你娘死之前就只给你留了那一身嫁衣。爹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娘当时留给了我一对银耳饰和一对珠钗，那是她留给我出嫁用的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难不成你想自己吞了去？那对银耳饰和珠钗早就被杜大江送给了刘氏了。我说你们今天怎么会回来？感情是来要东西的。杜婉春，我告诉你，你娘的东西都随着她下了地，你要是想要就去地里挖。他说着，头顶的珠钗一晃一晃的，仔细一看，那不正是自己娘留下的珠钗吗？爹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婉春，那是我给你继母买的，不是你娘那个。爹，你看清楚了，珠钗上少了一颗珠子，那正是我不小心咬掉的。小贱人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！不顾脸面了，直接冲到了杜婉春的身旁，想要抢她手里的珠钗。住手！爹，除了这个，还有银耳饰，银耳饰在哪儿？没有。岳丈、岳母，你们两个怎么能霸占人家钱财呢？是他的东西就还给他。那银耳饰不在我这里。相公，准备来吃饭了。他说话时，那俩耳朵上的银饰也一闪一闪的。爹，刘兰芝耳朵上的是不是我娘的东西？不是，那不是。是你娘的耳饰又怎么样？现在是我的了。李大公子突然冲了上去，他朝着刘兰芝就是重重一记耳光。你这个小娘们儿，我是少你吃还是少你穿了？我们李家还用得着你抢别人的首饰戴吗？芝儿，站住！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。相公，这是我娘给我的，不是我抢的。那也不行，你娘给你的那也是抢来的。说完就直接将那两个银耳饰递给了杜婉春。大姨子，这东西是你的，你就说好。既然东西已经拿到了，挽着周瑞渊就朝外面走去，准备离开。哎，大姨子，你们别走啊，这饭都没吃呢。不吃了。好不容易回门，怎么饭都不留下来吃呢？多少吃点吧。杜婉春直接当作没有听见，挽着周瑞渊继续朝前走去。哎，大姨子。这时周瑞渊突然停下脚步，转回身看向他。你这小子，让开！李大公子，饭你就留着自己吃。说罢，转身直接搂着杜婉春的腰，将她打横抱起来，朝着马车走去。他真没想到自己的相公居然能站着将自己抱起来。李大公子见着杜婉春他们走了，冷哼一声进了屋。娘，都怪你，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能嫁给你家吗？傻孩子，这李家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瞧瞧，你要不是嫁进李家，能穿这么好的衣服，戴这么好的发钗吗？依我看，还不如嫁去周家。周家虽穷了一些，但是那周瑞渊长得一表人才，待
娘子还温柔体贴，总比我在李家受气强吧。娘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才嫁进门3天，我的相公就急事大切，以后我的日子该怎么办呀？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只要你给李大公子生个大胖小子，不就站稳脚跟了？你要是觉得嫁给我不好，我就给你一封休书。相公，方才我说的那都是气话，你要是想纳妾的话就纳。这还差不多。贤婿，不管他们了，我们来吃饭。刘氏的话刚说完，身下突然淌出了水。我的肚子！娘子，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。娘子，你先进去，我现在就去醒我稳婆。他说完就匆匆地离开了这里。真是晦气，怎么回门还碰到这种事？他话落，饭也不吃了，直接便甩袖离开。相公，刘兰芝看了看屋里要生产了的娘，最后还是跟着李大公子一道走了。芝儿，芝儿！等杜大江带着稳婆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疼得晕了过去。待过了半个时辰之后，刘氏产下了孩子。天杀的，你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生下了这样一个孩子。我儿子怎么了？大江啊，你家这不是儿子，是个闺女，而且怎么了？只见那小婴儿居然长着6个手指头和6个脚趾头，这村里人都说呀，6指是不祥。当初你跟我的时候就说会给我生儿子，你瞧瞧看看，你生的什么东西？亏我这么多年待你不薄，你居然是这样报答我的！不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明明是个带把的，这臭丫头不是我的！是你肚子里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，难不成你还想丢了？大夫明明都说了是个男娃，怎么就变成女娃了？一定是老天爷弄错了。这娃你爱养不养？要是不养，我送去给我大姐养着。你暴走就是！你也别在床上干躺着，快起来干活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没见到我才刚刚生完孩子吗？我这月子都还没做。生个女娃娃还有什么好月子要做？别给我偷懒，地里的菜要收了。杜大江，你当时娶我进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当初是你非要缠着我要进门的，现在嫌弃我了，晚了。说罢，朝着跟前的门一踹，抱着孩子气呼呼地走了出去。杜大江的大姐叫杜大梅，出嫁多年，一直都没有孩子。杜大江抱着孩子，打算把这孩子给自己个儿大姐送去。杜大江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以后怎么对付你！哎呦，你家这男人可真不是人呐，怎么丢下你这个坐月子的女人就跑了呢？让你多管，还是我男人又不是你男人，接生完了就快滚！我看呐，你就是活该，快给我滚！那稳婆也不管他了，直接拔腿就跑。好你个杜大江，没你我也照样能活，我这是倒了什么大霉哟！长留村内，杜晚春和周瑞渊在午饭之前赶回了家。怎么，你那继母又欺负你了，连个饭都不留你们吃？不是他不留我们吃饭，是他做的饭我们不愿吃。晚春呐，日后你莫要再怕你那歹毒的继母，他若是再欺负你，我拿那搅屎棍打得他哭爹喊娘。还有你那爹，他不疼你，我疼你。他连忙起身帮着周大娘一同去灶房端菜。娘，我来帮你。你和瑞渊一大早起来赶路都累了，快去歇息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娘子，你听娘的，先歇息吧。没关系，我不累。二弟、三弟，吃饭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三弟，你的耳朵完全好了？不仅完全好了，我发现比以前听得更清楚了。那就好。三弟日后有何打算？先把家里的地种好，然后朝一旁的杜晚春看了一眼。不是，都是一家人，你直说。然后再去陈州。去陈州干什么？去军中任职。去军中任职？那可是要去行军打仗，你以为你还是从前那个？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娘，从军是好事啊，说不定三弟能在军中谋个一官半职回来呢。我这还不是怕他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娘，不会的，我这次去陈州会先去找黎校尉，有他在的话，一定不会只安排我做一个小兵。黎校尉？那是我在京城认识的一位朋友，早年去陈州当小兵，后来立了功，做了校尉。娘，若是军中有人照应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三弟年纪也不小了，能出去历练也不错，总比一直困在这山里好啊。三弟机灵又能干，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大嫂说的没错的，娘，
你就信我这一次吧。三弟，你去吧。多谢大哥。不过你得在我的腿完全好了之后再去。家中田地需要人照看，我不想你大嫂辛苦。大哥你放心，我肯定是要等家里安稳之后再走的。娘，这菜都上齐了，我们快吃饭吧。罢了，既然你们拿定了主意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只是昭儿，切记不要惹事。好嘞，娘。吃过午饭后，杜晚春跟着周大娘一同来到了后院捡鸭蛋。等会儿我拿一些鸭蛋去隔壁张婶家换一只猪崽子来，等猪崽子长了，我们就有肉吃了。那太好了。另外，等我们地里的庄稼熟了，我们就不用去买米了。等有闲钱，我们把房子也修一修。是啊，这房子的确是要修了。哎，娘，你会制香？会一点儿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娘，你忘了上次我问过你的香囊？原来是这样。怎么了，晚春？娘，我有个好法子，我们可以做熏香去卖。熏香有人买吗？这附近住的都是农家之人，应该都用不上熏香。娘，我们可以去成安县和青州府卖，那里有很多的达官贵人，他们平日里每天都会用熏香的。周大娘微皱着眉头，娘别急啊，我们可以先去县里试试，说是卖不好的话，那就不卖了。也行，那我们先试试。晚春呐，你这么聪明，你那爹和那继母居然还说你傻，真是有眼无珠。我继母那是巴不得我傻呢。日后我若是瞧见他了，定要给他几巴掌，不然真不解气。打他可别脏了你的手。晚春，你娘死得早，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没跟你交代？什么事啊？那个同房。杜晚春愣住了，脸瞬间变得通红。我就知道你那继母那般对你，一定也没有跟你说。的确是没有说过。不过娘，我自家儿子我知道他那腿残了，但是腰没残。娘也没别的教你，就是万一受不了了，记得喊娘啊。万一受不了了什么意思啊？瑞渊，你别看他现在腿脚不好，过去他从小到大身体都很好，比一般男人都要健壮。这健壮的男人最缠人，所以呀，你要是受不住了，记得喊娘，别硬撑。杜晚春的脸颊更红了，耳朵根都在发烫。娘，我和相公他……你们还没圆房？杜晚春红着脸点了点头。晚春，你是不愿意跟瑞渊？不是啊，是瑞渊不愿意。那孩子一定是怕拖累你，所以才不跟你圆房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他能站起来了，说不定要改变主意。晚春，你别太紧张，瑞渊这孩子是个会疼人的人。杜晚春点了点头。周大娘随后又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，这几句比刚才的都要大胆，小跑就进了屋。入夜，娘子，天色已晚，早些休息。相公，你还没睡？夜里风寒，你小心着凉。相公今夜继续在屋外看书吗？点了点头。你先歇息，我待会儿再进去。我陪相公一起看书。你识字吗？小的时候娘教过我，不过都已经许久没写了，不太记得了。我教你吧。啊，真的？多谢相公。周瑞渊用毛笔沾了水，缓缓写下了杜晚春3个字，许是许久没有写了吧，所以字歪歪扭扭的，瞧着很丑。我的字好丑啊。不急，慢慢来。伸手轻轻握住了他握笔的手。你跟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来写，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字已经写完了。会写了吗？会写了。哎，相公，你可以教我写你的名字吗？我的名字？对，你的名字。好，我教你。重新握住他的手，一笔一画写出了一个周字。待写到最后一个字时，杜晚春情不自禁地侧过头，朝身旁的周瑞渊看去。学会了吗？二人四目相对，仿佛只要再往前一步，两人的嘴唇就能碰到一起。时候不早了，明晚我再教你。相公也早些休息。他说罢，起身像一只受惊的小兔般小跑着回了屋。这晚又是个无眠夜。春日里，天亮的一天比一天早了。杜晚春他隐约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。娘，这是我刚刚在山上采的花，准备用来做香露。啊，娘，这些花可以做香露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采的花不多，要是能再采一些就好了。娘，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采。你呀，先把早饭吃了。哎，相公他们呢？
瑞渊在后院砍柴，昭儿带着风儿去了地里。啊，万春，你家继母生了啊？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她还没生啊。昨天你们走之后生的，我听村里人说生了一个丫头，还是6指的丫头。啊，我爹他一直盼着想有个儿子呢，看来他希望落空了。何止是落空啊，他气得把孩子丢给了你大姑养。你说啊，都是自己的孩子，他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呢？他很快就吃完了玉米饼，跟着周大娘上了山。杜晚春和周大娘去山上的路上碰到了村里的孟家人。孟家大爷前2年见过周大娘一面，就一直心心念念着想要纳她做妾，最后还是周大娘以死相逼，才绝了他的念头。这件事过去以后，他不仅得罪了孟婶子，还得罪了孟大爷，这也导致周家在长留村里面的日子难过。孟大爷和孟婶子正从女儿家回来，见到周大娘，老周家的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周大娘不理会他们，拉着杜晚春加快脚步朝前走。不就是长了一副好脸皮吗？还不是个寡妇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待2人来到周家的地旁边时，突然停了下来。老爷子，我听陈家那口子说，他们把地还给周家了。哎，走，咱们去看看他们都在里头种了啥。2个人一同来到了周家地里。周昭刚刚带着周峰回家，一眼看去绿油油的一片。这小寡妇还挺能种地的，我听陈家那口子说，他们地里的菜都长得虫烂了，这不长得好好的吗？这菜还真是长得好，比我们家地里的都长得壮。这都是他们运气好，买了这么块好地。老陈家估计还不知道这事儿，他们要是知道这刚送出去的地就长出了这么多粮食，那还不得跟周家闹？我们这就去告诉老陈家那2口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陈铁牛和蒋氏知道这事儿，哈，老孟家的，你们说的是真的？孟大爷和孟婶子一同点头。蒋氏猛地站起来，朝着陈铁牛呵斥道：“当初我让你不要把地还回去，你偏要还，现在好了吧？我们种的粮食直接拱手让给他们了。凭什么呀？啊，凭什么就白白让给他们呀？陈铁牛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没完，我要去地里看看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2人气势汹汹地朝周家地里赶，这2人都惊呆了。陈铁牛啊，你快看呐，这些庄稼长得多好啊！陈月娥，我们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哼！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活该受穷，人家都快要爬到你头上来了，你都不知道。说罢，继续拔着地里的菜，看你拿什么吃，我看你拿什么吃，饿死你这个小寡妇，饿死你！蒋氏是越拔越有劲儿，一番折腾之后，整个田地和菜地都被蒋氏一个人给毁了。陈月娥啊，你这个臭寡妇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？够了，我们快点回家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出现了一条黑蛇。那蛇紧跟在他们后面，朝着蒋氏的胳膊一口咬去。哎呀，蛇呀！他倒在地上，一边甩着手，一边痛苦地呻吟着。陈铁牛看着也不敢上前，吓得摔倒在地，拼命地朝后退着。等他再抬头时，原本被蒋氏拔掉的菜全部都重新长了出来，而且比刚才长得还要高大。臭婆娘，你快看！快点来救我！救我！你快看啊！蒋氏强忍着痛，眯着眼睛朝前方看去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都好好的呀？鬼！有鬼啊！说罢，冲回了家。陈铁牛也连忙跟他身后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。屋里的陈老大听着自己亲娘的叫唤声，连忙跑出来看。娘，你怎么了？蒋氏猛地摔倒在了地上，口吐白沫，抽搐起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娘被蛇咬了，快带她去看大夫。连忙背起了蒋氏，朝着村里的许大夫家赶去。大夫，你快瞧瞧我娘，她给蛇咬了。蛇？被什么蛇咬了？被一条黑皮三角头的蛇。不得了啊，这蛇毒得很。转身从屋里拿出一瓶白酒，淋在了伤口上。许大夫又连忙从药柜里拿出了解毒的药丸给蒋氏吞下。你们怎么好好的被蛇咬了？爹，娘是怎么被蛇咬的？是在菜地里。菜地里？那难怪了，山上一直有这样的蛇。不过这蛇不多，你们运气不好，偏偏碰上了。你把这个拿回去给陈大姐擦擦。她呀，命虽然保住了，但是这只手估计是废了。手废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毒我可以帮她解，但是那蛇咬断了她手上的经脉，这经脉一断，自然是动不了了。这可是右手啊，要是废了，以后该咋办呢？这蛇很毒，不是来得早，
估计已经没命了。你想想，跟丢命相比，损失一只手又算得了什么？那菜地不仅有蛇，还有鬼。我们明明把菜给拔了，一转眼那菜又长出来了。鬼，一定是鬼！许大夫连忙给陈铁牛把脉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你爹啊，估计是被那毒蛇吓着了。我给他开一些凝神的药，你拿回去煎给他喝。”多谢许大夫。与此同时，山上，杜晚春跟周大娘在山上穿过一片树林，发现了一片花海。娘，你快来，这里好多花啊！这是蔷薇花。还真是哎。这蔷薇怎么现在就开花了？怎么了，娘？这花应该5月开才对呀。许是今年春日里暖和，所以花开的比平常要早啊。也对，长留村这里本就地处偏南，比京城要暖和许多，现在花开也不奇怪。是啊，娘，我们快点把这些花采回去吧，不然天就要黑了。行，我们先采回去再说。娘，咱们往那边走点，里边的花开得更好。婆媳二人不一会儿就采了2大篮子，二人满载而归的回到了家。哟，周妹子，哎呀，你是没瞧见陈家那口子啊，也就是你嫂子，手都快被蛇给咬断了。陈老大背着回来的时候啊，那脸白的跟个鬼似的。他呀，彻底跟我们家闹翻了，不是我家嫂子了。早就该这样了，以后他求着你啊，你也甭搭理他。放心，我跟他们陈家本就没什么关系。这样就对了。二人聊了一会儿之后，周大娘进屋开始算着家里的积蓄，大概有300文左右，要用来做香露的话还是少了许多。娘，要不我把我的珠钗拿去当了，等赚了银子咱们再赎回来。不行，珠钗是你娘留给你的东西，你不能当。钱财本就乃身外之物，我娘当初留下这些东西给我，就是想着万一我哪天要饿死的时候用来换银子，用来帮我度过一关。我想现在正是度过这一关的时候，等我们做的香露赚了银子，我就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不行，我知道你娘跟你是好心，但我们周家再怎么穷都不能用儿媳的嫁妆。银子的事我会再想办法，这个你收好。这时把这个当了吧，是昨夜拿的那支笔。相公，你这支笔是由兔毫和象牙所制，虽是破旧了一些，但是拿去当应该也能当一些银子。瑞渊，这笔你从小就带在身边，就像命根子一样宝贵着，怎么能就这么当了？娘，就像晚春说的一样，等赚了银子再赎回来。既然你想通了，那娘就试试，看看这支笔能当多少银子。我去当，明天我拿到县里去当。晚春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？我陪你去吧。娘，明日你和相公先在家里等我，我快去快回。第二天一早，杜晚春便借了王婶子家的马车赶到了成安县，最后在一家当铺前停下。这笔当不了多少银子。大概多少？50文。50文？50文太少了。100文怎么样？杜晚春依旧摇头。500文怎么样？当不当？不当了，我不当了。小姑娘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只能500文，再多就不行了。就算是500两我都不当了。杜晚春一出门就遇到了在李县令家做帮厨的何大婶儿。晚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婶婶，我今天来县里替我相公买一点东西。晚春啊，你家那小萝卜还有没有啊？家里还有啊。那能再卖给我一些吗？婶婶，你还想要买萝卜啊？是啊，我上次买了你家的萝卜呀，李县令和李夫人都非常喜欢吃，他们不仅吃了，还让我做了一些送到方家。方家那老爷子也喜欢吃你家的萝卜，这不托我再买点儿。真的啊？那方老爷想要多少萝卜啊？就跟上次一样那么多就行，免得买多了放在家里面坏了。日后他们若是还要的话，我再来找你买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摘萝卜来。也行，我就在李府后院等你啊。好的，婶婶。晚春啊，这些你先拿着，算是那萝卜的定金，剩下的等你送到府上之后呀，我再给你。多谢婶婶。跟何大婶告别之后，驾着马车立马朝家中赶去。晚春，大概当了多少银子？杜晚春把钱袋子拿出来。呀，有100文呢。笑盈盈地摊开手，手中正是那支笔。周瑞渊突然伸手，一把将他拥入了怀中。相公，你的笔我没当掉。多谢你，娘子。相公，你我是夫妻，无需言谢。这笔对你这般重要，我们好好留着，将来说不定有其他的用处。我们好好留着。晚春，这里足足有100文呢，
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何大神，上次我们不是卖了一些萝卜给李县令家吗？李县令很喜欢吃我们家的萝卜，所以还想要再买一些，就给了一些定金，让我再给他们送一些过去。这是好事呀，我这就带着周昭一起去地里摘萝卜。哎，娘，我跟你们一道去。行，我这就去拿背篓。地里的农活太重，你让三弟和二弟去就行了。没关系，这苦我能吃，一家人就不要分你我了。三弟耳朵刚刚才好，二弟的眼睛还在恢复中呢，他们也不宜太过辛苦，我能帮他们的忙也好啊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可是相公你的脚……我的腿能走了，不过依旧还是有些吃力。哎，相公，要不你留在家里帮我们把花瓣清理一下吧，等我们从地里回来就去县里面送萝卜，送完萝卜再去买锅炉和瓶子，等回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做香露了。周瑞渊为了不耽搁他们的时间，只能先妥协。杜晚春跟着周大娘、周昭和周峰一同去了地里。周峰这些天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了，待一家人来到菜地里的时候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是大丰收啊！娘，我去瞧瞧。娘，嫂子，这根莴苣估计能吃上2天了。真是，把摘好的菜都放进带来的背篓里。娘，大嫂，我记得前几天这些菜好像还没这么大。是啊，昨天我们路过的时候，瞧着稻子也还没有黄啊。许是近来天气暖和，所以稻子和菜都提前熟了。杜晚春拿出小锄头，把地里面一堆多余的土挖开，挖着挖着，地里突然露出了一截木头来。这里以前是石头地，应该不会有木头才对呀。闻着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。娘，你快来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上好的檀香。娘，这真是檀香啊！可这石头地里面怎么会有檀香呢？许是这里以前就是一片檀香地，只不过后来都被人砍了，有些木头就被埋在了地底下。娘，我们快把这檀香挖出来吧，到时候还可以跟着一起做成熏香呢。没错，这么好一棵上好檀香，要是做成熏香，估计能卖上不少钱。很快，一棵最少有1米长的檀香木被挖了出来。周昭将这块木头用绳子绑着背在了背上，杜晚春帮着将拔出来的萝卜都装进了背篓里，跟着周大娘一人背着一篓朝着家里走去。一家人满载而归地回到了家中。两夫妻趁着天黑之前把萝卜送到了李府和方府，何大婶给了他剩下的200文。他们把萝卜送进去的时候，方家的管家还给他们1两银子的赏钱。放心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。他们2人拿了这些铜板和银子，除了买了制作香露用的锅炉之外，还买了一些米和油以及一些布料，另外还给周峰买了一些笔墨。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全都黑下来了。杜晚春刚到家门就闻到了饭香味儿。周大娘看着买来的锅炉和瓶子，她默默地将这2样东西拿到了后院，许久都没有出来。娘，吃饭了。好的，我这就过来。哎，娘，你怎么了？我以为我和瑞渊他们就这么完了，但是看着这些檀香和蔷薇花，我知道我们的路没绝。娘，你和相公以前是京城的大户人家吗？晚春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惑，只是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，因为知道的越多，越会惹来杀身之祸。你不要怪我和瑞渊瞒着你，不告诉你是想给你留下一条后路。快来吃饭吧，等吃完饭我们赶紧做香露了。晚春，你先吃，娘这就来。快点啊，不然等一下饭菜该凉了。待一家人吃过晚饭以后，杜晚春忙着和周大娘一起做香露，周昭负责砍柴，周瑞渊和周峰负责烧火。就这样蒸了一晚上，第2天清晨终于做出了第1瓶香露。晚春、瑞渊，你们快来闻一闻，这香味不一样。哇，娘，这香露真好闻啊。娘，你这次做的香露比我们之前在京城用的都要好闻呢。这香露跟我在京城闻的不一样。许是这里的花不一样，所以香味不一样啊。我们等下拿到县城里卖一下试试。我们现在只有这1瓶，能卖得出去吗？我们可以问一问方家的方老爷，要是他能看上我们家的香露，那就好了。我的香露，他能看上吗？你就相信我一次吧，方老爷一定能看上的。那好，我们一起去。
杜婉春笑着点了点头。杜婉春和周大娘赶着马车来到了方府的后院。你们是谁啊？来我们方府做什么？请问刘管家在吗？滚滚滚！哪来的叫花子？快给我滚啊！你这个女人，怎么话都没说上几句就动手？你们两个是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让你滚！这位婶婶，我们是昨天来送萝卜的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晃过一道惊雷。哎呀，快滚！然而这时，天空又劈了一道惊雷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那门框轰地塌了下来，砸到了妇人身上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张嬷嬷，你怎么样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天上打了一个雷，正巧劈在了嬷嬷头上。你们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是昨日来送萝卜的周家，今日特地来问问刘管家，这萝卜还要不要？方夫人听罢，突然笑道：“原来那萝卜是你们家的啊？是的，那些萝卜都是我们家的。那萝卜脆甜可口，我很喜欢吃，正想着让刘管家再买一些来，没想到你们就来了。好的，夫人，我们明天再给您送一些萝卜来。那好。”树叶摆动，突然飘来一阵风，那风卷着杜婉春身上散发的香露味道，飘向了方夫人的鼻尖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味啊？夫人，闻到了，这香味好香啊！这是哪里传来的香味？夫人，您说的是不是这个？嗅了嗅，立即笑道：“没错，就是这个。这是我娘刚做的香露，夫人要不要试试看？夫人，这香味儿你喜欢吗？这香露真是你们做的？没错，是我们做的，真是好手艺，做出来的香露啊，比西域进贡的都还要好。不是手艺好，是这地方水土好，养的花香。没错，这成安县呀，的确是个好地方。这瓶香露可否卖给我？夫人若是喜欢，我们把这瓶香露送给您就好。我们方家人一般不会平白无故收人礼物，既然你送了我香露，那我便也还你一份薄礼。话落，朝身后一位大丫鬟吩咐：“帮我拿5两银子给这位姑娘。”5两？夫人，5两会不会太多了？不多，我平日里随便买上一瓶上等的香露都要10两。多谢方夫人。杜婉春和周大娘拿着银子和鸡。刚才不是做梦吧？娘，你摸摸看，这银子。婉春呐，我们今天运气真好，做的第一瓶香露就卖出去了。是啊，娘，你的手艺好，不成没人买。我们快回去，再做点香露。好。娘，我们顺便再采一点花去。二人谈话间，方夫人送他们的2只鸡咯咯咯地叫了起来。只见那俩老母鸡屁股怼着屁股，咯咯咯下了2个蛋。呀，这老母鸡下蛋了！这时候2只老母鸡又叫起来，它们昂着头，没过一会儿又生了2颗蛋。这平常老母鸡一天顶多生1个蛋，这俩母鸡真能生，一生生俩。老母鸡这屁股一翘，又滚出一个鸡蛋。这方老爷家的鸡还真能生啊！等马车到了家门口的时候，周大娘拿着衣服包着10几个鸡蛋回了家。昭儿、风儿，快出来吃鸡蛋了！娘，我拿去账房煮上。相公，你瞧，这是什么？5两。是的，方夫人用5两银子买了我们那瓶香露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婉春、瑞渊，别忙活了，快来休息，等着吃鸡蛋吧。数月前，他们周家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只能吃一些别人送来的红薯和糙米。娘，真好吃啊！昭儿，慢点吃。吃过鸡蛋之后，一家人忙着去摘萝卜，忙着做香露。而那湘潭村的杜家，刘氏生了个女娃娃，天天被杜大江嫌弃。他从后院捡了一个鸡蛋，准备做个蛋花汤喝。吃什么吃？肚子里又没娃了，吃了也是浪费鸡蛋。好你个杜大江，竟敢这么对我！我要去给县令家告你一状！你去告啊，快去！别以为你女儿嫁给了李大少爷就很了不起，我瞧啊，他们李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女儿。看不上又怎么样？总比你女儿嫁给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周家好。杜大江，你等着瞧吧，我女儿将来一定比你女儿要富贵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，我家婉春能嫁给你们家吗？那烟斗重重打在刘氏头上。你竟然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你把我们家人害得这么惨，我没把你赶走，你就感恩戴德了。杜大家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去找我女儿女婿，让他们来替我撑腰。你有本事去了，你别再回来！
刘氏走了整整1个多时辰，才走到了李县令的家门口。你是谁？我是你们大少奶奶的娘，我来找你们大少奶奶。好的，你跟我进来。钱堂内，李夫人正朝着刘兰芝破口大骂呢。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，连个字都不认识，写了药方子让你去帮我买药，结果没有买对1味药，你这个样子，我以后怎么交给你管家呀？夫人，是药不是我看错了，是那药房的人抓错了。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，竟敢跟我顶嘴！对了，明儿个那月红就会进府。夫人，我这才进门1个月都不到呢，你就让相公纳妾？纳妾怎么了？这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急什么？以你的身份，让你做正事已经是破天荒了，难不成你连你夫君纳妾都要管？跟着家丁进门的刘氏刚刚好见到了刚才那一幕。亲家母，这俩孩子才成婚1个月不到，你怎么能让女婿纳妾呢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怎么把这个乡野村妇给放进来了？这位夫人说她是大少奶奶的娘。是的，夫人，这位是我娘。原来是你娘啊，我还以为是闯进府来讨饭的呢。亲家母，我家女儿好歹也是你们李家的大少奶奶，你怎么能让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着呢？哟，我在自己府里教训自己的儿媳妇儿，好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吧？你要是觉得我们李府不好呢，那就带着你女儿立马给我离开。亲家母，我们家兰芝素来懂事，她若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亲自来教她。行，你今天就好好教一教她怎么做人家媳妇儿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刘兰芝把刘氏带到了自己的房里，女儿居然住在下人的房间里。兰芝，你一个大少奶奶，怎么住在下人的屋子里啊？娘，这李家人根本就看不上我。刚刚成婚那2天还好，只是李夫人和李县令对我冷眼相待的。可是自从回门之后，大少爷也看我不顺眼，他直接把我赶到这间下人房里头，别人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在这儿过的就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他们不仅让我住下人房，还给我吃他们吃剩下的东西，平日有事没事就找我茬，不是让我下跪，就是打我耳光。兰芝啊，你再忍忍，想要对付那李夫人和李县令，你得先拿下大少爷。等你怀了大少爷的儿子，他们得将你供起来。大少爷自写婚宴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我了。你这傻孩子，人家不碰你就不知道想想办法，多使点勾引人的手段，就像我以前勾引你继父一样。好的，娘，我再试试吧。二人商定好之后，刘氏又跟刘兰芝说了杜大江的事儿。媳妇真是够无情的，你跟了他也有几年了，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呢？兰芝呀，你娘我的命就这样了，你一定要好好过日子，把你男人的心还有你男人的家产通通都抓在手里面。大少奶奶，少爷回来了。大少爷今儿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大少爷今天带了一个人回来，说是肚子里有了少爷的孩子。你是说你女儿有身孕了？是的，大少奶奶，听说大少爷派人诊过脉了，那姑娘的确是有了身孕，而且听说还极有可能是男娃。娘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没过多久，李大少爷就派人来传话，说是要送刘氏回去，说娘家人来府邸不方便，只得嘱咐了女儿几句之后，立马离开了这儿。刘氏回村的时候，正巧路过了长留村，隐隐闻到了一股特殊的香味儿。哼，李家再怎么不好，都比这周家好。周家内，相公，你这是昨天一整晚都没有睡啊？晚春，我打算参加这次科考。真的？真的。再过几个月便是乡试。乡试在8月，现在才3月呢。相公，你还有整整5个月，这5个月里你稍加努力一些，定能考上举人。晚春，我这次若是能高中。怎么了，相公？将他拉入自己怀中。可否为我生个孩子？别怕，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不会强求。相公，你我本就是名为正确，又何来强求呢？既然娘子答应了，那我一定要加倍努力，争取早日高中。周家又开始忙碌起来，小小的院子里横七竖八的，到处都是鸡蛋和鸭蛋。我的小祖宗呀，你们怎么生了这么多呀？哎呦，这么多的蛋啊，够他们吃上好多天了。娘，这俩鸭子和鸡我不是成精了？管他成不成精，先把蛋捡了再说。哎，好嘞。不一会儿，母子俩就捡了一箩筐的鸡蛋和鸭蛋。哎，娘，
我们今天去方府送萝卜的时候，要不要带一些蛋过去啊？当然可以，反正这么多蛋我们也吃不完，正好可以换一些铜板。吃完早饭之后，把周大娘新做好的2瓶香露还有塔香装进了马车里，承安县方府内。今日众多女眷一起在方夫人的府中赏花。方夫人，你身上好香啊，真好闻，用的什么香露啊？是我新买的蔷薇香露，不仅香气宜人，还能有安神助眠的功效。方夫人，你这香露是在哪里买的呀？这说来也是巧了，是一位给我府里送萝卜的农家女子卖给我的。啊？农家女子？那农家女子经常在地里干活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她们做的东西能用吗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农家女子靠自己的手艺过活，没有什么不耻的，做出来的东西不比京城那些大香铺子差。方夫人，那姑娘现在还卖香露吗？我家大哥近来也总是失眠，我想买一些送给他。郑二小姐的大哥就是赫赫有名的郑知府，今日他们还要来给我们家送萝卜，等他们来的时候我帮你问问。多谢方夫人。没过多久，杜晚春便带着萝卜和香露来到了方家后门。姑娘，你们先等等，我们家夫人找你有事。好的，多谢刘管家。夫人，我们的萝卜送来了。姑娘，你上次卖给我的香露还有没有了？正巧我娘又做了6瓶，夫人你还要买吗？不是我要买，是他们要买。是的，姑娘，我们想买你的香露。夫人，我们的香露都在这儿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个香味。姑娘，你这香露卖多少银子1瓶啊？我在姑娘手里用10两银子买的，那自然卖给你们也是10两。你们若是嫌贵那便让这姑娘回去吧。是啊，夫人们，你们若是不想买的话，那我便先回去了。我还要赶着把我们家的鸡蛋鸭蛋卖了。你等等，姑娘，拿1瓶香露给我。夫人，请收好。姑娘，这香露的确很香，可否再卖给我1瓶？其他夫人们见状立马急了。哎呦，二小姐，这总共也才5瓶，你买走了1瓶，就不要跟我们抢了嘛。没错，剩下4瓶，我们正好1人1瓶。李夫人说的没错。既然这样，那就1人1瓶吧，你说呢，姑娘？当然可以了。姑娘，给。马车里的周瑞渊递给了杜晚春1盒塔香。你将这些送给他们。夫人，这里有我娘刚做好的檀木塔香，你们若是喜欢的话，可以拿一些回去。诸位夫人，这些塔香是由上等的檀香木所制，还特地加了一些我们的独门秘方，不仅可以增香，使人心情愉悦、宁静安神，还有养生之效，能够运行气血，令人容光焕发。上等的檀香木，还真是上等的檀香木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家地里正巧有这一棵檀香树。你们周家真是好运气，能得到这么一块好檀香。你娘手艺也不错，这檀香做工十分细腻，香味比一般的檀香更加浓郁，品质的确是在上乘。当真有那么神奇吗？这些就当做是送给夫人们的，夫人们若是喜欢，下次再找我来买。那好，我们先拿着试试。方才你说你还有鸡蛋鸭蛋都要拿去卖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把这些蛋都卖给我，也免得你再去奔波。多谢夫人。相公，把蛋搬下来，一共大概有50个鸡蛋和鸭蛋。他拿出150文递给了杜晚春。多谢嬷嬷，客气了。待他们的马车刚要开动时，姑娘，你还没有说家在哪儿？若是我还想跟你买香露，要去哪里找你？长留村周家。你若是想找我们，直接到村口打听就行了。行，姑娘慢走。他把手里的银子一起数了一下，今天一共赚了50两，然后还卖了鸡蛋鸭蛋，赚了150文。他们可以把家中的房子修一修了。得空了，我再让娘给你做几身衣裳。你和娘还有2弟3弟都要做新衣裳了。我们不急。这边他们刚走，刚才那群夫人立马开始跟方夫人打听周家的事。这小姑娘和她相公模样都很出众，长留村周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？我听刘管家说，这姑娘姓杜，以前家住在湘潭村，后来嫁给了这周家。小的还听说这姑娘以前一直都有点傻，不过现在看来那只不过是谣言。傻？这湘潭村杜家，难不成这姑娘就是他儿子差点娶进门的杜家傻女？原本被杜大江赶出去的刘氏，走在长留村去湘潭村的路上，打了一个大喷嚏。这是哪个鬼孙在骂我？这时
原本晴朗的天立马暗了下来。自从被杜大江赶出去以后，刘氏便在长留村的远房亲戚家中住了一晚，心底实在是气不过，决定回家去。他路过周家的时候，好奇地朝里看了看。你是谁啊？想干什么？我家女儿嫁到这家了，所以想来看看。晚春在这里婆婆疼相公爱的，日子红火得很，你也别总惦记她，跑来碍她的眼。要你多管闲事啊！怎么，你还想在这儿欺负她不成？快给我滚！这里不是你们湘潭村。我呸！什么婆婆疼相公爱，那小蹄子就活该受一辈子欺负。立马加快速度朝前跑，他一个没留神，直接摔到了牛粪坑里。每一次挣扎，那牛粪就会灌一些到他的嘴里。他一路是连滚带爬的来到了家门口，急着想要找水清洗一番。谁知道这门一打开，便见到了杜大江和别的女人滚在一起。杜大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走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这个女人是谁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刘姐姐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你不是最清楚吗？你这个贱人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杜大哥，快救我！杜大江一脸嫌弃地看着刘氏，直接给了他重重一巴掌。我好歹也跟了你几年，给你生了个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还好意思提女儿？我当初让你进门，就是想让你给我生个儿子，可你偏偏又给我生了个女儿。你既然生不了，那就不要怪我找其他女人生。你们两个奸夫淫妇，给我等着！我不会就这么乖乖走了，我死也要赖在这里。你愿意待就在这里待着，但是别想着我会给你一口饭吃。行，我就跟你死后战。杜大江抱着床上的女人，然后走向了隔壁房间。这两个房间不怎么隔音，听着他们隔壁传来的声音，恨得牙痒痒。这边杜家闹得鸡犬不宁，那边周家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数银子。方夫人还真是个好人，要不是有她，我们这香路还不一定能卖出去呢。是啊，方夫人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谢谢你，晚春。谢我干什么呀？这些香露都是娘你做的，要是没有你的手艺，方夫人也不一定会喜欢啊。当然要谢啊，不是你，我也没想到可以做香露。这没什么，主要是娘信我。如果娘不信的话，也不会真的跟着我一起做香露呀。你这孩子真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周大娘拿着银子在隔壁村里买了半边猪、棉花和布料。她用棉花新做了2床被子，然后再给几个孩子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。中午的时候，周大娘把新买来的半边猪分了分。很快，周家便传来了阵阵肉香。隔壁陈家的陈铁牛闻到了肉香，诧异不已。蒋九卷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肉香？哎呀，我闻到了，这是哪家在吃肉啊？蒋秋菊馋的呀，口水都要流下来。估计是村里的孟家在吃肉。爹娘，是隔壁二姑在吃肉啊？他家能吃上肉了？是啊，我看二姑家日子是越来越好了。哼，估计你那二姑啊攀上男人了，不然她怎么能吃得上肉啊？够了！你敢凶我？你要是嫌弃饭不好吃，就给我滚！陈铁牛，你疯了！你再说一遍！立马咬牙乖乖坐下来，不敢再说话了。周家院子里，晚春、瑞渊、昭儿、风儿来吃饭了。这猪蹄可真是人间美味呀！来，多吃点儿。多谢娘。一家人吃的是美滋滋。没过多久，家中突然来了一位客人。杜姑娘在家吗？谁找我啊？只见是方府的刘管家。刘管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一件大喜事要跟姑娘说。啊？这什么大喜事啊？上次姑娘不是卖了几瓶香露给那几位夫人了吗？我们家老爷非常喜欢姑娘卖的香露，还有那塔香，所以想跟姑娘来做一笔生意，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。是什么样的生意啊？我们老爷瞧中了你们的手艺，想要请你们去我们方家做熏香。我们方家开一个铺面，只卖你们熏香，然后每个月给你们工钱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刘管家伸出5个指头。工钱1个月50两。刘管家，这样怕是不妥。不妥？方老爷既然提出想要我们的手艺，那一定是诚心想要做熏香生意。不过我们周家也不是傻子，1个月的工钱只能抵得上几瓶上好的香露，我们为何不自己做来卖呢？我知道你肯定要说我们周家没有铺子，没有客源，
生意一定做不起来。所以我现在有个两全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方老爷为我们周家提供铺面和客源，我们周家提供做好的熏香，每个月赚的银子28分，你们2，我们8。行，我把你的意思跟我们老爷转达，看我们老爷如何说。若是方老爷不同意也没关系，我们周家不强求。你这个后生还真是厉害啊。说完便摇了摇头，走出院外，上了一辆马车去。瑞渊，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什么2，什么8？娘，相公的意思是跟着方家合伙做生意，赚的银子他们2，我们8，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。这样比他们只给工钱要好多了，不仅能把我们周家生意做大，还能每个月都拿到80%的盈利呢。好事啊，这样一来，这生意我们都不用亲自出面。不过还不知道方老爷会不会同意。方老爷那边得知这消息时，好，就听他们的，我们提供铺面和货源，跟他们28分。老爷真的要同意吗？我们也不差这熏香生意啊。这样上乘的檀香，我还是10多年前在宫里闻到过。宫里？没错，我记得当今皇上喜香，若是我们能把这熏香生意做到京城，再做到皇城，成为皇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但是这香真的能卖到京城去吗？以我的人脉，当然能。这笔生意无论跟他们周家是多少分，都是稳赚不赔，不用担心。刘管家帮着方老爷又点燃了一枚塔香。过去呀，我记得陆家的大夫人最会制香了，可惜死得早。是那个被抄家的陆家？就是那个陆家，整个玄月国也只有皇后娘娘的母家最会制香了。3天后，刘管家带着好消息再次来到了周家。杜姑娘，老爷是把成安县西南街的那间铺子给你们，然后还会给你们安排1个伙计，至于什么时候开店，就看你们什么时候把香露做好。行，刘管家，不过在此之前，可否让我们先看看铺子啊？当然可以，你们今个若是有空，就可以随我们去。那好，我和我相公现在就随你一同去看看。3人趁着时辰还早，赶去了成安县。方老爷给他们的铺子的确是个好地方。刘管家，我想除了方老爷的伙计之外，我们周家也想派1名伙计来。当然可以，毕竟是我们2家做生意，各派1个伙计正好。现下只有周昭最为合适了。他们商定好后，杜晚春和周瑞渊一同上了马车，准备回家。长留村内，周峰和周昭一同在地里。二哥，你帮我拿水来。三弟，给。周昭接过水壶，大口大口地喝着水，余光不小心看到了不远处的池塘。二哥，那潭臭池水好像比平时清澈了许多。最近不是没下雨吗？怎么池水突然变清澈了？不清楚，我过去看一下啊。走近一看，是一滩清澈见底的清泉啊！不仅如此，他还能看到池水里的鱼。二哥，这池塘里好多鱼！三弟，快把这些鱼抓起来！池里的小鲫鱼密密麻麻的一排，周昭只要随便一捞就是一条，不一会儿就抓了10几条小鲫鱼和3条大草鱼。二哥，我们快回去把这鱼煮了。2人背着1背篓的鱼，一同朝家赶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周昭和周峰迎面撞见了村南孟家的2个小儿子。周昭，你们在哪儿偷的鱼啊？哼，这是我们自家池塘里的鱼，什么叫偷啊？胡说！你们那地儿是没下雨，那臭的就跟个粪坑一样，怎么可能会有鱼啊？你们不信就不信呗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小瞎子吗？难不成你这眼睛也能抓鱼了？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看你们不顺眼，想要教训教训你们，怎么着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最好不要惹我们，不然……又不然怎么着啊？不然打我们不成啊？啊！哎呦！他话音刚落，脸上突然就受了一拳。谁打我？只见是冷着脸的周峰。哎，你这个小瞎子，还知道打人了啊？等下看我不整死你！
你想怎么整死我？孟老四吓了一跳，他垂眸看着自己脖子上的镰刀，你敢？他加重力道，直接在孟老四的脖子上割出一道口子来。周峰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要是再割下去的话，那可就出人命了啊！想要我放手，你们2个跪在地上，给我们磕2个头！我听你们的，下跪！孟老四吓得大喊出声，他直接被吓尿了。四弟，孟老四连忙拉着孟老三，当真给周峰他们磕了2个响头。周峰见状，收好镰刀，周昭跟在他身后。二哥，你的眼睛好了？是的，好了。刚才那孟老三推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眼睛一阵刺痛，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发现什么都能看得清了。真是太好了，二哥，你眼睛终于能看见了。这段时间只能模模糊糊看清一点，也挺难受的，幸亏现在全好了。二哥，快，我们快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娘。2人一起兴奋地回了家。娘，大哥，大嫂，昭儿，你哪来这么多鱼？我们在菜地旁的池塘里捞的。那池塘里有这么大的鱼啊？是啊，娘，你瞧瞧，还有这么多小鲫鱼呢。真是太好了，娘等下煮鱼汤给你们喝。娘，还有一件大喜事。啊，什么大喜事啊？娘，我的眼睛完全好了，全都能看清了。是的，娘，不仅全都看清了，而且比以前看的还更清楚，更远。太好了，风儿，3年了，你的眼睛终于好了。这些年，多谢娘还有大哥3弟照顾，不然我的眼睛也不会好得这么快。这有什么？一家人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周峰这时侧头朝一旁的杜婉春看去。还有大嫂，多谢大嫂不嫌弃。好了就好。二弟，你眼睛好了，有个差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啊？什么差事？我家不是和方家一同开那个熏香铺子吗？我想让你去那铺子里面当掌柜。原本是想让3弟去的，但是2弟你比3弟的性子更加沉稳，我想你去更适合。行，大嫂，正巧我识字会打算盘，让我去比让3弟去更好。啊？你会打算盘？大嫂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家二哥不仅会打算盘，而且能文能武，身手不比大哥差。二哥要不是眼睛看不见的话，也不会这样。让风儿去也行，我听说方家的生意京城也有。好的，娘，既然今天有这么大喜事，我们就多煮2条鱼。好嘞，娘。刚才那2个尿裤子的孟老三和孟老四灰溜溜地跑回了孟家。孟婶子一听自己儿子被周家那2个小子欺负了，瞧瞧瞧瞧，那周家现在真是越来越了不起了，连我儿子都敢欺负了。那还不是你儿子喜欢找死？我都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，在村子里不要称王称霸。爹，你瞧瞧我脖子，就是那周家老二给造的。哎呀，伤成这样了，我们找他们周家去。你去找他们家干什么？吵一架不成？能得什么好处？别去惹事了。难不成我们就这样不管了？我刚才听老三说什么鱼？周昭在他们田地的旁边池塘里捞了好多鱼。没错，就是这鱼。凭什么他们家能吃上这么好的鱼？老爷子，你是想把他们池塘里的鱼都造了，看他们吃什么？没错，她一个嫁出去的寡妇，凭什么还占着我们村里的田地啊？那池塘我们得不到，那他们也别想得到。他们一拍即合，带着2个儿子来到了周家的池塘边，看着眼前的一池臭水。你们不是说有鱼吗？这种臭水沟哪里有鱼？这不是，不对呀！我们明明听他们说是在自己家池塘里面捞的鱼啊！你这傻子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说不定他们的鱼不是从这里捞的。哎呀，那是从哪里捞的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走，回家。就在这时，孟婶子突然见到臭水池里面有东西在动。哎，老爷子，你快来瞧瞧，这池塘里真有东西。难不成真的有鱼？那要不要我们下去瞧瞧？娘，这池水可臭了，我可不要下去啊！瞧你这点出息，人家周昭、周峰都能下去，你就不能下去了？娘，真的实在是太臭了。是啊，娘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说不定里面根本就没有鱼的。瞧瞧你们2个，真是够没用，那可是鱼呀，那一条可要花上不少铜板的，只要下去一摸就行了。孟老三，你们下去看看。孟
孟婶子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直接朝他们二人一推，将他们两个给推了下去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还不快抓鱼！随着池面泛起涟漪，用手一抓，娘，我好像真的抓到鱼了！快把鱼丢上来！孟婶子连忙伸出手去接，然而朝他们飞来的咧着牙齿的小鳄鱼，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啊！这是什么鱼啊？直接朝孟婶子一口咬去。哎呀，救命啊！老爷子救命啊！孟大爷看见那凶狠的鳄鱼，连忙像兔子一样头也不回地跑了。你快给我回来呀你！老爷子救命啊！哎呀，老四，快帮帮娘！这东西要咬死我了！娘，你不是说你想要鱼吗？这鳄鱼它也是鱼，你就留着带回家吧。直到天黑，这条小鳄鱼才离开。孟老三和孟老四一同把孟婶子给扛回了家。许大夫来给孟婶子治伤的时候，差点没吐出来。不过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村子里，说孟家人跑到别人家池塘里去摸鱼，被一只鳄鱼咬了屁股。周大娘和杜晚春去山里采花的时候，遇到了王婶子。周妹子啊，你是没瞧见孟家那口子捂着屁股那样子呀，有多难看？你说他和他那家口子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净干这种事儿啊？他们那是活该，这几年经常跟我们过不去，也该他们吃点苦头。可不是嘛，想当初那孟大爷呀，还想纳你做妾，他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。我呸，糟老头一个。没错。哎，晚春，你听说你继母的事儿了吗？啊，什么事啊？你家那个爹呀，又找了一个女的，你继母天天在家闹，听说呀，她一夜头发都白了。他当初找我爹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我爹会像背叛我娘一样的在背叛他。是这个道理，这是自己的东西啊，那就是自己的东西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抢来的也总归是要还回去。你继母这次啊，怕是要栽了。杜大江这次找的女人是成安县那怡红楼的女人，叫红香，才来了杜家2天，就把刘氏给整得服服帖帖。红香把桌上的饭菜全都倒在了地上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把我刚刚做好的饭都倒了？姐姐，你不是还没吃饭吗？这些呀，都是给你吃的。你让我吃地上的东西？姐姐，这杜家已经容不下你了，你还是走吧。哼，我不走，我不会把这个家让给你这个婊子的。那姐姐就好好吃地上的美味吧。他饿得不行，最后他还是忍不住趴在地上，用手一点一点地抓着那饭菜吃。1个月后，杜晚春和周大娘一共做了50多瓶香露，还有300个塔香。他们2人将这些东西都拿到了方府。方老爷瞧着杜晚春和周大娘的时候，微微愣了一下，他看着周大娘总觉得有些眼熟。方老爷，我们这些香露和塔香可还好？不错，非常不错。那我们店是不是可以开了？明日我让人把货摆上，就可以开张了。到时候还请姑娘一道来。当然，明日不仅杜晚春要来，他们周家一家人都要来。头一次开店至关重要，说这次生意好，那他们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建新房子，过上好日子了。2人回到家中以后，周大娘用精面做了不少的大馒头，杜晚春一连吃了3、4个。待吃到第5个的时候，他拿着2个馒头递给了屋里的周瑞渊。我不饿，你多吃一些。不饿也要吃。相公，这次我和娘买了不少面呢，你放心吃吧。翌日，周家人早早地赶到了成安县。他们来到铺里的时候，方家的伙计已经在了，叫小钉子。掌柜的，立马香露和塔香都摆好了，只等着客人来。没过多久，铺子里面来客人了，是郑二小姐。方夫人果真没骗人，真的开了熏香铺子。二小姐，你们这熏香铺子好是好，就是有点不足。哦，什么地方不足啊？就是这瓶子瞧着很寒酸，我大哥从京城买来的香露都是用的琉璃瓶。嗨，我们现在只能买得起这彩瓷瓶，不过若是小姐喜欢琉璃瓶，可以把自己家的琉璃瓶带过来，我们替你把香露装到里面去。这样也行。你们等等，不知这位公子有何事？周瑞渊转身来到了货架旁，拿起一旁桌上的笔，沾上了彩墨，在香露瓶子上面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。这瓶我要了。
这一瓶香露足足卖了10两银子。没过多久，又陆续有人来。晚春，这么贵的香露也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。娘有一个好想法。娘，你说。我上次在山上发现了薄荷叶和樟树，不如我们用这2样东西调制一款大家都能用得起的香露。薄荷叶和樟树，这2样都是药材，若是加在香露里，不仅香气宜人、提神醒脑，还能有消肿止痛、清凉止痒的功效。平常人家谁还没个蚊虫叮咬呢？平常人家也不会嫌弃瓶子，我们就用最普通的小陶瓷罐子装着，卖个20-30文的。娘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不妨试试。在铺子里待到了下午，他们一共卖了5瓶香露出去，这也有50两。杜晚春把周峰留下，然后跟着周大娘和周瑞渊他们一同回了家。谁知一行人刚准备出门，就撞见了李夫人。杜晚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熏香铺子是我家开的，我自然在这里了。你说这铺子是你开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夫家穷得叮当响，怎么可能还有银子开店呢？夫人，你今天还是要买香露吗？你那日送我的檀木塔香还不错，我再买1盒。杜晚春去货架上拿了一个小木盒递给了李夫人。这盒塔香多少银子？夫人，我们这塔香一个是70文，这盒是15个，大概是1两银子又50文，那50文就算了，你给我1两银子就行。我买了。这位李夫人虽然一开始瞧不起杜晚春和周大娘，但是上次杜晚春卖给她的塔香的确是好用。平常有头疼症的李县令在用过之后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，对她是连连夸赞，这让他不得不打心底的服气。所以再见到杜晚春和周大娘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态度比平常要温和许多。他看着自家儿媳的时候，甚至在想，那算命先生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难道这孩子真的是福星降世吗？将塔香收好之后，他转身就离开了铺子。刘兰芝就像是陷进了一个死循环，对杜晚春所有的一切都憎恶。李夫人见着他许久没有动静，还不快来！刘兰芝被他的喊声吓了一跳，手里的东西啪嗒一声全都掉在了地上。让你拿个东西都拿不好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！你瞧瞧人家周家媳妇儿哪样不比你强？李夫人是越骂越起劲儿，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县令夫人的身份。还不快把地上的东西给我捡起来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！杜晚春看着唏嘘不已，幸好当初没有嫁到李家，不然今儿个站在街头被骂的可就是他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一家人回到家中生火做饭。成安县李县令府内，娘，纳妾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再晚点，那丫头肚子都要大起来了。再过几天，你把她只从后门抬进来就是。多谢娘。你呀，已经成婚了，就别再沾花惹草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啊。娘，我知道了。话落，转身离开。相公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，你管不着。相公，我们好歹是夫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的。什么夫妻不夫妻的？这门婚事本就是你娘作梗，所以才乱了套，不然我现在已经抱着小娘子在家里亲热了。相公，你是不是看上我家那季姐了？话不能这么说。什么叫我看上？本来要嫁给我的人就是她，我自己稀罕自己的娘子还不成？相公，那周家儿子脚是个残的，我那季姐估计还没跟他圆房呢，你还有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可以把他从周家抢过来，收到家里做妾。你这是要我强抢民女啊？怎么叫强抢民女？你方才都说了，她本来要嫁的人就是你啊。只是这事有些难度。我帮你。哦，你帮我？你怎么帮我？刘兰芝放低声音，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这办法能成吗？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这不能成也能成。行，就听你的。相公，那如果这事儿成了，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相公能否对我好一些？不要再让爹娘欺负我了。我当是什么事？你放心，只要你能帮我把杜晚春弄进来，我保证不会让我爹娘再欺负你。刘兰芝听得很是满意，心里已经开始幻想着日后在李府作威作福的日子了。然而她却不知道自己的厄运要开始了。翌日，杜晚春一大早起来便看到了李家来的小厮。谁在那里？请问是杜晚春杜姑娘吗？
哦，我是啊，你是？啊，小的是李府的小厮，我们大少奶奶派我们来传话，想请你去一趟李府。去李府？大少奶奶说念及二人姐妹之情，想请杜姑娘来府聚聚。你跟你们家大少奶奶回话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姐妹之情，不需要相聚。大少奶奶说一定要让小的请您过去。她今天就算是亲自来，我也不会去的。你走吧。让你走就走，再说2句我就要开始赶人了。是，婶子。转身离开。晚春，你小心一些，你这个继妹不对劲，上次见她还一副恨你恨得牙痒痒的模样，现在突然来找你说姐妹情，一定是非奸即盗。娘，你别担心，我不会那么容易被她骗的。那就好，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修一下吧？娘，不如拆了重新建吧。重新建？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银子吗？有的，就建一座小的青砖瓦房。行，就听你的。这土坯房子平日里一刮风下雨就四处漏风，是该重新建了。那我等一下就去问村里的泥瓦匠。他话音刚落，门外有人笑道：谁要找泥瓦匠啊？婶婶，我和娘打算建宅子。好事儿啊，我正巧认识一个泥瓦匠。你们要建房子啊，我帮你去找他。是哪家？就是成安县里的何大哥。我刚来村子的时候啊，是他给我们家建的宅子。这为人老实本分，做事也细致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那等会儿我让我们家老爷子去找他，让他来你家一趟，替你看看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哎呀，说起来呀，还真是羡慕你们家，这儿子儿媳都孝顺，不像我们家，只有我和我家老爷子了。你那儿子还没有消息？没有。好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婶婶，别这么想啊，说不定他也在找你啊。他们有个儿子，只不过啊，早些年那儿子去了京城谋生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王婶子跟他们唠了几句之后，离开了周家。那边李府，小厮回到府里，将杜晚春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刘兰芝。好啊，他现在是骨头硬了是吧？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把他叫到我们府上来吗？不急，我还有办法。他一边说一边挠着自己的脸。昨日刘兰芝听府里的嬷嬷说，有一个能让皮肤看着白皙光滑的药膏，他便特地让人去寻了一盒过来。没想到用完之后不仅没有变白，还奇痒无比。他不敢跟李大公子说。你的脸怎么了？啊，许是被虫咬了，不碍事的。哼，真恶心。刘兰芝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答应我的3天之内必须要做到，不然小心我要你好看。相公你放心，你就等着纳妾吧。李大公子鄙夷地瞥了他一眼，大步离开了这里。杜晚春，都是因为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挨这一顿骂？他一边恶狠狠地说着，一边疯狂地抓着自己的脸。刘兰芝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指上都是鲜红的血。我的手啊！大少奶奶，你的脸！我的脸怎么了？连忙转身来到了镜子前，他的脸上全都是纵横交错的伤疤，每一道伤疤都血肉模糊。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快帮我去叫大夫！是。小丫鬟对他早有不满了，去找大夫的路上把这事儿大肆宣扬了一番。很快府里的大夫就来了。大少奶奶，你这是涂了什么药膏，还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啊？大夫，你瞧瞧是不是这个有问题？大少奶奶，这药膏并没有问题，可能是你平日里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。我给你开几副药试试，若是好了就好，若是不好，怕是以后会怎样？唉，以后怕是再也好不了了。大夫写下方子之后，背着药箱走了。这脸要是真烂了，大少爷估计会休了他吧？哎呦，是啊，谁家大少奶奶会是个丑八怪呢？休了也好，平日里也没见他对我们多客气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他都还没有停止想要把杜晚春带到府里来的念头。翌日，晚春，你快来瞧瞧，这个香味怎么样？接过香露闻了闻，淡淡的花香中有股清清凉凉的感觉，闻过之后整个人神清气爽，非常不错。那就好，这香露要是拿来卖，应该也不错。晚春，来，我们再蒸一些。好嘞，娘。待到下午时，一大瓶的香露便做好了。周妹子，你家不是要建房子吗？我帮你把何家大哥给叫过来了。何大姐朝屋子看了看，谈论起了建房子的事。
三人很快就把建房的事情给定了下来，商量下个月初3就来拆房子。朱妹子，这建新房啊，最少也要2-3个月，要不你带着孩子们来我们家住啊？没关系，最近天气暖和，我们到时候在院子里搭个棚子住就可以。王婶子见他不愿意，也没有再劝，闲聊了几句就回了家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涌进来了3-4个牛高马大的壮汉。这里是周家。你们是谁？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杜婉春？壮汉见他不出声，你就是杜婉春对不对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是谁？在我们家里闹什么？有人花银子想要我们请杜姑娘过去一趟。是谁？你到时候去了不就知道了。都站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！就在这时，一柄剑突然从屋内射出，直接射中了其中一名壮汉的手臂。是谁？只见周瑞渊缓缓从屋内走来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他相公，你们想要带走他，就得先问过我。他一咬牙，提着大刀直接朝周瑞渊冲了过来。周瑞渊对着那络腮胡子壮汉的头松开了自己手中之剑，直接射向了壮汉的胸膛。你这小子有些本事，不过我看是你赤手空拳快，还是我的刀快？提起手中的刀，快步朝周瑞渊挥来。他突然动作极快地伸出手，抓住了那壮汉的手腕，直接朝他手臂一掌劈去。那壮汉仿佛手断了一般。啊！我的手！我的手！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好汉饶命！我们刚才只不过是想吓吓杜姑娘，并没有想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您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再不说，小心我要了你的命！我说，是李家的那位大少奶奶，她想让我们把杜姑娘绑到李大公子的房里去。没想到刘兰芝胆子这么大，人这么蠢，居然光天化日之下让人直接冲进家里来抢人。娘，大哥，直接把他们送去官府吧。没错，送到官府去，让那李县令瞧瞧他那儿媳妇有多歹毒。现在就去。杜婉春没有反驳，一同带着这3个人当真来到了衙门。你们来找本官有何事？大人，这几人受你李家大少奶奶的指使，想要绑走我家大儿媳妇。周夫人，此事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我家大儿媳为人老实本分，断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大人，你不信的话，就不妨听这3人怎么说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们来绑架杜姑娘的？回大人的话，就是你们家的大少奶奶，她给了我们一个镯子，让我们去把杜姑娘绑来。说着，从怀里拿出了镯子，递给李县令。李县令气得不行，朝身旁的衙役唤道：“去，把大少奶奶和大少爷带过来。”刘兰芝和李大公子被带到县衙之后，看着杜婉春，都是一脸的震惊。说，是不是你们派人去绑的周家媳妇儿？爹，什么绑人？什么周家媳妇儿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为什么这几个人说是受你媳妇儿指使的？你们2个倒是说说看，我送给你们的手镯，怎么会在那几个人手里？李大公子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原来这个女人说的好办法，居然就是这个办法，这跟她自己去绑人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这个臭婆娘，居然瞒着我做出这种事！相公，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什么是为了我？别胡说八道！刘兰芝，快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我只是想请姐姐来我们府上坐一坐，也没有恶意的。没有恶意，没有恶意。这3个人不是提着拳头，就是拿着大刀。今日要不是我几个儿子在，我们家婉春怕是早就伤痕累累了。随后又指着那个络腮胡子领头壮汉说：“还有他，亲口说是你要他们把婉春绑到李大公子的房里，什么叫请去府里坐一坐？明明就是强抢民女。”没错，他说得很清楚，让我绑进李府之后，直接丢进李大公子的房里。李县令，我们也是受人指使，不能怪我们呢。好了，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来人，把刘兰芝给我拖下去，杖打20大板。爹，我可是你儿媳妇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相公，是他一直喜欢杜婉春，想要拿她做妾，所以我才想办法把她带到府里来。住口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为了嫉妒自己的继姐，所以才做出这种龌龊事。李县令立马打断刘兰芝的话，让一旁的衙役快点将她带下去。杜姑娘，这个女人心思如此歹毒，等20大板打完之后，再让我儿子把她休了。这事儿虽然是刘兰芝所做，但也都是因为李大公子而起，他们2人必须一起受罚。杜姑娘，
我儿不知道此事，自然是跟他无关。是啊，多姑娘，我真的不知道此事，都是那刘兰芝擅作主张，想要拿你讨我欢心。哼，若是你没有提出要求，他怎么会想到用这个办法来讨你欢心呢？李大公子，你还敢说这事与你无关？杜晚春，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李大人，你这是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徇私舞弊吗？李大公子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？刘兰芝已经亲口说明，是李大公子让他想办法把我娘子带来府里来，从一开始他就有着强抢民女的狼子野心，现在怎么还敢抵赖？若是李县令不能秉公处理，那我们就上告青州府，让郑知府来亲自审问。郑知府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，我堂堂县令怎么可能徇私？